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继续讲《甄嬛传》，很多小主表示，剧中最不愿看的就是凌云峰那一段。聪明如甄嬛，怎么会稀里糊涂爱上果郡王呢？这个恋爱脑的王爷，因为任性，不但赔上了自己的性命，还差点搭上甄嬛全家。甄嬛怎么会爱上他？以前胖妮也不理解，后来设身处地站在甄嬛的处境去想，这件事就有点明白了。甄嬛爱上果郡王，只是特定环境下的特殊产物。一旦离开这个环境，这段感情能够维持下去的几率就会迅速降低。甄嬛接受果郡王，是绝望状态下的情感替代。一个女人一旦失恋，大部分会有一段时间的痛苦期，特别是在上一段恋情中付出了全部感情之后。甄嬛与皇帝在御花园的相遇、相知、相恋，以及之后皇帝对她的各种特殊照顾，一度让甄嬛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爱。她怀皇帝的第一个孩子时，曾经以为这就是最理想的生活，跟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，跟他生一个孩子，岁月静好。沈眉庄被诬陷假孕争宠后，对皇帝失望，此后对皇帝的事不闻不问，安心过好自己的生活。甄嬛小产后与皇帝产生了隔阂，第一次失宠后非常痛苦，沈眉庄去劝她，既然还爱着，那就要去争取，不像自己，既然已经不爱了，这个人的一切对她来说也就无所谓了。甄嬛出宫是在感情遭受重创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，自己以为的真爱不过是把自己当成了别人的替代品，这对心气很高的甄嬛来说是难以接受的。以前的华妃等人分宠，她还可以接受，毕竟自己在皇帝心中的位置是独一无二的，而到现在才发现自己不过活成了个笑话，自己最爱的那个人爱的根本不是自己。她选择出宫，一方面是为了保全家人，另一部分是赌气。出宫之后，她身体和心理遭受着双重的折磨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回想起曾经的种种，就会对皇帝充满恨和怨，恨他为什么会如此对待自己。在他最脆弱的时候，快要病死了，皇帝没有出现，果郡王出现了。这个男人可以躺在冰雪中受冻，只为了用身体给他降温。这个男人有很多的追求者，但他只爱自己这一个。这个男人可以什么都不干，只守着他谈情说爱。不过甄嬛开始并没有完全丧失理智，也一直拒绝果郡王，直到锦汐跟他说了那一番话，他们都是没有明天的人，既然不知道哪天会死，不如就随着心意一次。甄嬛这才卸下了铠甲，决定疯狂一把，不然对不起自己这条命。回宫后的甄嬛对皇帝依然是有感情的。甄嬛回宫，按照她说给别人的意思，一是要保全她的父母亲人，二是为了查清果郡王的死因，为他报仇。要做到这些，能够帮助他的只有皇帝。回宫后，他对皇帝早已没有了热恋时的那种期待，也明白皇帝不可能是他一个人的，何况他心中已经有了另一个爱的人。但他为了生存，还要跟这个人一直生活下去。开始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对皇帝已经没有了感情，但他也感受到了皇帝对他情感的变化。曾经那么高傲的皇帝，为了他可以放下面子，照顾他的感受，尊重他的想法。他能感受到皇帝的心意，他不曾想过要害死皇帝，也愿意跟皇帝就这样一辈子凑合下去。他主动避着果郡王，也是打算跟那一段感情做个了结。但在无心的甄嬛也难以忘记凌云峰上果郡王曾经给过自己的温暖。无论红玫瑰还是白玫瑰，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在这种心态下，甄嬛一直觉得自己后来爱的是果郡王。甄嬛对四大爷就像经历过争吵、失望、绝望还一直要生活下去的夫妻，虽然感情早已不再浓烈，爱情的味道也几乎丧失殆尽，但早已化为亲情，难以割舍，打断骨头连着筋呢。甄嬛对皇帝的反击是果郡王逼的。回宫后的甄嬛最大的愿望就是在皇宫站稳脚跟，让他和他的亲人们安安稳稳生存下去。如果果郡王不出现，他的计划天衣无缝，从此鸿雁就是皇帝的亲儿子。但果郡王不想放弃，抓住机会，他就想告诉甄嬛，曾经我们有过一段山盟海誓的感情，我只爱你一个。这让甄嬛觉得自己对果郡王有亏欠，那么多女子爱慕果郡王，他偏偏为了自己谁也不娶，
为了自己做出了巨大的牺牲。等到果郡王的反常行为被皇帝发现了端倪，皇帝一次次试探，让甄嬛一方面觉得皇帝不信任自己，另一方面觉得自己连累了果郡王，让他在两个男人间取舍。本来他的天平已经开始向皇帝这边倾斜，但两个人的实力是不对等的，皇帝是高高在上的强者，果郡王就成了那个需要保护的弱者。甄嬛的情感天平不得不再次向果郡王倾斜，毕竟这个男人对她是全心全意的。等到果郡王为了他而带兵出关，让他的内疚到了极点，觉得没有自己，果郡王不会受这些苦。此刻他担心着果郡王，又觉得皇帝太无情。人性往往会同情和靠近弱者，当这个弱者处于下风，强者即使再有理，也会不被理解。果郡王为了甄嬛带兵出关，在边关吹了3年风，又喝下了毒酒替自己去死。甄嬛的痛到了极点，这时与皇帝的夫妻感情来说全成了笑话。她觉得这个男人极其自私和无情，对自己的亲弟弟，对自己的宠妃，想杀就杀，他对他除了恨不胜别的。反过来，如果皇帝和果郡王的处境换一下，果郡王为了甄嬛联络大臣，带领边关将士返回皇宫，逼着皇帝退位，皇帝命悬一线，这个时候想必甄嬛也会站在皇帝这一边，与他同仇敌忾的。正因为果郡王的弱，激起了甄嬛的负罪感和保护欲，让甄嬛一度觉得自己是最爱果郡王的。果郡王的死也让她觉得自己有义务要为他报仇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